以前的琴棋书画是适用在那一个文人阶层才有的事情。然而你现在到大街上看，哪里还有穿着这种宽袍大衣的文人，每天操弄着毛笔，讨论着各种笔精墨妙的这些事情？Hey yo guys, welcome to Painterverse， 这是关于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是画家杨力。书画系是否应当继续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呢，当时是我在 Threads 上看到一篇文章，当时他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书画系水墨，他不知道在画什么，然后他说这不是传统和当代的问题，而是大学生这个年龄状态似乎比较不适合这些老派的传统形式，讲到最后，我觉得书画系不太需要独立存在，统整在美术系里，才不会显得那么的局限和刻意。那我看到下面很多人就反驳他，就看你这个样子，就是不太知道水墨画是什么啊，不太懂我们这个传统的博大精深啊，等等等，抛一堆书袋，然后一堆引经据典，然后告诉他，小朋友，你还是太无知太天真。为什么会有书画系？我们来先做一个文化考古。称呼这种所谓书画水墨，其实有好多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书画系，然后再来就是水墨。我记得北大好像是水墨组嘛。那我们还听到什么国画？那还有第四种跟国画是一样的，但这个应该不会有人用。在中国，这种东西被称作中国画，但是有鉴于，比如说台湾某政党，它前面如果挂中国的话，基本上下场都不会太好。因此这个原因，所以其实我相信现在也不会有人白痴的直接使用中国画系这样子的方法来命名自己的系所。书画系它其实真正这两个词指涉的东西，其实是指文化层面。各位有没有听过四艺？四艺有什么？在书画之前还有两个叫琴棋书画。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从文化面的角度来说，它所指涉的绝对不是说拿毛笔画山水或拿毛笔写书法，它最后指代的是整个这种带有文人阶层、文人意味的传统士大夫源远流长到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也是因为我们台湾自己以前喜欢自居是中华正统，等于说我们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更专注于文化这个痛点。水墨系为什么比较少出现？我们常常叫水墨组，因为如果有水墨系的话，它就等于把这个系所研究的东西矮化成一种媒材。如果按这个道理，有水墨系，那是不是要有油画系，也要有水彩系，也要有粉彩系，也要有胶彩系，也要有各种阿里不达的媒材的系？那另外一个国画系、中国画系，这两个词其实背后指代的是一种国族认同，是一种民族国家建构。什么是我国的绘画？什么是他国的绘画？其实我们在分的是这个中外的关系。同样一个水墨，各自表述就跟九二共识一样，非常的有弹性，同时也代表了它这个背后的原因形成的非常的复杂。这件事情并不只是台湾才有的状况，其实我们旁边的邻居，比如说在日本最早的时候学习了蓝学，学习了西方科学，他们发现所有东西都要办学校，分科治学，然后最后产生一种专业。而日本最刚开始的专业，他们当时的绘画本就指的是他们本土的日本画，后来是因为有一些留洋派回来，才突然说那我们这边也要开另外一个西画这种从西方学回来的东西，才开始又分出来。在中国，它又是另外一个情况。我讲中国是就是当我们还在一起，或者说当我们还没分开的时候的那个中国。当时人回来的时候，其实就准备是要建一个西方的东西，并且分科变成像国有版雕币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当时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像是当时林风眠就觉得，那我们干脆成立一个绘画系，把国画跟西画都包含在这个里面来。当然也有像徐悲鸿那种，他认为说这两种是不同体系，但我们都要学，然后我们鼓励大家成为一种双枪架，就是国画、西画双修，从它各自不同的根源体系开始出发，这样子做发展。然后台湾其实就是非常受日本跟中国影响的一个脉络，包括一些邻近国家韩国啊，甚至是越南啊，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种状况。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这边谈的问题，绝对不仅仅是台湾的问题，它是整个受过西历东迁的国家们的问题。其实我当时去法国留学的时候，从来没有一堂绘画课或者是一个系所
叫法兰西绘画所，法兰西绘画系。去德国也不会有日耳曼绘画系。其实如果真的要有，那顶多是研究所，比如说我是艺术史学生，那我研究是日耳曼绘画，它是以一个这个地区，然后讲这个地区里面创始在干嘛的一个这个脉络下去分析的。所以可以说啊，这样子分析的方法，还就真的是我们这个东北亚文化群当中独有的存在。大家听到这里面的会发现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是什么？就是来源于西历东渐，他们的力量影响到了我们，所以它等于说有一股外来的势力强迫我们改变，不管是变法还是开国门都一样。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开始出现一个词叫西化，它背后还有另外一种暗示，那就是现代化。现代化等于西化吗？其实不一定，只是在某一个历史语境下，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因为当时最现代化的国家就是西方，所以现代化是西化。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各地的本土突然出现一种文化保护主义。面对西化的时候，那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小小的园区，而这个小小的园区是可以保存我们这种东方文明的火种。你看，其实我们看早一辈很多人都会说你是哪一组？他说我是西化组，我是国画组。可是现在其实这个东西早就不见了，要么就是美术系，要么就是书画系了。我们现在在书画系当中，我们非常强调临摹啊，保存古人的智慧啊。但注意哦，它这里面非常强调保存。可是其实当我们翻开古人自己的创作史的时候，其实在中国画自身的脉络里面，抛弃有时候比保存甚至来得更多。比如说以前的清玉山水，到后面的文人画当中，他就干脆不要了，就告诉我，那这个颜色我就不用了。所以其实丢弃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人类历史在发展当中本就会有的一件事情。但现在，因为我们要对抗西化的浪潮，我们要保留我们自己文化的火种，我们弄了一个保留区，而这个保留区本质上它反倒了限制了自然的流变。我画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不是国画？是不是水墨画？是不是书画？这样子的一种很奇怪的执念产生的时候，它的这个演变流行就没有办法那么的顺畅且自然。你看出现了一个屏障，这个屏障相当于是一群鲑鱼游到山上，突然之间土崩了，然后你们这边只能围在这边变成樱花沟吻龟这样的感觉。我在巴黎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很神奇的画作，当时我一看，我想，哇靠，这是哪里来的画家？我看到这个画面，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像是一个新水墨一样的状态。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整个就呆住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像是什么中央美院这个中国画系啊，还是什么台艺大书画系，哪一个出现了一个这种新水墨的高手，你知道吗？就去天哪，惊为天人。结果我一看年代，竟然是一个18世纪的一个洛克尔画家。其实在那个当下，我突然之间有个很强大的质疑产生，就是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不经过那套传统训练，他也可以画出一种我们觉得很现在的国画的一种样貌啊。我现在把这个画如果封掉名字、封掉年代，给很多书画系老师看，他都觉得这画的还不错，这画的很有新意耶。但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原来你没有受过那种训练，你也能画出这样的画，那这个时候你的独特性在哪里？当我们在讨论中国绘画、中国文化下的绘画的独特性的时候，我觉得当往回望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这个东西的确跟西方的是超级不一样。包括是西方人往回望会知道，哦，真的这个世界上有东跟西，他们超级不一样。但是这种分隔、这种独特性，更多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才看到？往回望的时候才看到吗？当你在往更远的地方看的时候，就是往未来看的时候，请问这个分隔本身还有必要出现吗？其实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边嚷嚷着这个书画系不可以废啊，有多少传统啊？难不成现在各位书画系的同学走到美术系一看，美术系的每个人都在画传统的石膏像、传统的大卫、新古典的这些英雄，然后这些希腊悲剧神话吗？并没有啊，在美术系自己本身也已经革了好几次的命啊。现在你要不要会油画，都已经不是进入美术系的标配了，不是吗？你可以一辈子不画油画，你去画亚克力，用喷漆，什么都行。你上各种材料本身什么都行，所以人家其实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在坚定的去关注于要保存以前的东西，并且拿着这个东西，带着这个脚镣手铐跳舞。那我不禁得问，他的未来在这个条件下要怎么样开阔呢？以前的琴棋书画是适用在那一个文人阶层才有的事情，然后你现在到大街上看，哪里还有穿着这种宽袍大衣的文人，每天操弄着毛笔，讨论着各种笔精墨妙的这些事情呢？
你一出去，你就会发现他的欣赏者早就变了，社会早就变了。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从国族的角度来认同这件事情的话，其实这件事情也非常奇怪，因为我们对他的这个认同，本质上是近年来的所谓的耻辱感的这种历史观，才塑造了这种自我保护，然后并且被强调我是我，进而阻碍了一种很天然的流变。这就是书画系当前面临到的一个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这些古人的智慧，它有没有这个价值？它其实非常有价值。其实我们看很多古代的东西，禅宗公案啊，你放到欧洲，都会让欧洲的那哲学家跌破眼镜。中国的文化所诞生出来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其实本质上，我们应该用一种资源的角度去看待它，这是一种我们得天独厚的资源，但是它始终是被活生生的现代人去自由调动的一个东西，它应当是被我们现代人轻松运用的事情，而不是一个我们要去以它为主体性，符合所谓国画、水墨画这样子的一种传统，进而去让自己变成那个形状的一种东西。它们本身不应该是目的，它更应该是一种资源。我们应当是很积极的去发现我们现在跟它这种连接跟价值，并且把这种东西纳为己用。为什么你今天一个画油画的，某种程度上应该看看国画了，应该看看水墨，应该看看书画？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己有深刻的体验。其实我真的认知到书画的价值的时候，其实是我到现在这个状态下才认知的。我认识了全居，我认识了王想，我才发现原来我对于一支笔它所能够真正运用的这个潜力知甚少。我从小就是西画底出身的，我就是在一个很写实的环境下成长。对于我来说，画画就是把眼前那个东西的颜色跟位置摆对了，这张画就会像。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跟我的国画老师吵架，我说：“来，你告诉我，你现在画的那一笔到底对应我们现在看到那个东西的哪里？如果你讲不出来，我觉得在骗我就不学。”但是到我现在这个年纪，我才发现，原来这里面对于那支笔的运用，对于这里面水性的东西的运用，是非常精妙、非常有保障的东西。当我了解它的价值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从小去背诵、去意识形态的灌输，说它就得这样，它就是我的根、我的文化等等等，它并不是来自于这样，而是因为来自于我在绘画的工作当中浸淫很久，进而我今天一转头的时候，我发现哇，那个东西真厉害、真美。所以各位，其实到今天目前为止，我自己每天都是非常喜欢看国画，尤其是那一期节目跟王翔做那一期节目之后，我自己到现在其实还非常喜欢看国画，而且我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养分。书画到底要不要并入美术系？以我的意见啦，因为我知道通常读书画系的人通常都还蛮爱画画的，那去美术系的人爱不爱画画我是不知道，但是你也可以不用画。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有一期我们讲那个绘画教育那一期，就是事实上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绘画学院，然后在这个绘画学院当中，我们需要懂水墨的人来教我们。如果当我们需要这个经验的时候，我们需要他们是在，但是真的要去维持那一层文化的外衣，那我觉得大可不必。OK， 好，那今天有关于书画系存废问题，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这里是 Pendiverse， 一个关于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然后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